朋友们，大家好。有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桂林的意思吗？桂林啊，其实叫桂树成林，也就是说，桂林那个城市啊，种了很多很多的桂花树。应该桂林的那个市树就是桂花吧？这几天我发现呢，空气中弥漫着特别那种美的桂花的味道。然后呢，今天我开车出去，因为我们工程也很多的桂花，看到那个街道的两边还有路上的两边的那个桂花树，目前盛开，所以呢，这味道真的特别啊。应该在华东有些地方，还有华南有桂花树，好像北方啊还有西北都没有。所以如果是没有见过桂花，没有闻过桂花，你是不知道这个桂花这种味道有多美的啊。比如说我们这里桂林呢有桂花糕，还有桂花糖等等，与桂花有关的产品还是不少的啊。所以呢，这几天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另外呢，大家发现吗？我现在还穿着这 T 恤，因为现在白天我们这里还有27、8度，又加上阳光普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真的是一年最美的时候。不过大家发现吗？现在时间不到下午5点，你看太阳已经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说从太阳的高度可以发现，现在其实已经是冬天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4、5点钟的时候还在那里，而且那个太阳的位置也不一样，所以每年从这太阳的位置就可以发现四季的变化。冬天应该马上就来了，可能还有1个多月吧，我们这里就冬天了。好的，今天呢，其实我是想讲其他的话题。首先，我计划讲的话题呢是神舟19号顺利发射，对不对？成功发射。然后呢，今天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在不同的德语媒体呢去找的，但是呢，最后可以说一无所获，因为呢，德语的媒体，不管是德国、奥地利还是瑞士的，对这个神舟19号成功发射几乎没有任何的报道。我说几乎啊有，但是只有1、2家不太起眼的媒体报道了，而且他报道的文字有多少呢？大概就有2、3句，非常的少，所以呢，没有引起什么的关注，更没有什么读者评论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说了。本来我真的想给大家一些相对来说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比较正面的东西。你看，今天我的计划也落空了。不过我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神舟19号又成功发射了。德语媒体说啊，这是中国航空航天当局说，这次发射是成功的。我认为啊，这是比较所谓中立的报道吧。可惜报道真的是太短了，而且可能刊登的地方，那可能就是边角的地方了啊，所以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注意，这有点遗憾。但是今天我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什么事儿呢？今天呢，我在我们县城，我开了一个中国的账户，而且用我的名字。因为以前我虽然有支付宝呀，有微信，但是我都是用我们家里人的名字，银行卡也是用我家里人的，不是用我自己的。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账户，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就在我们县城。到了银行之后，那里的人非常有礼貌，不管是保安也好，还是当地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有礼貌的向你问好，说欢迎到我们银行等等。这是我在国外是没有的啊。然后那个保安帮我取一个号，我就在那里等着。等着之后呢，很快就轮到我了，因为我是外籍人士啊，所以带着我的护照，我在我们的村委。以前我老以为是村公所，村公所呢是一个国民党时代的那个名称，他们告诉我现在叫村委，不叫村公所。好了，那今天我去银行之前，我到我们的村委去开了一个证明，因为呢，我的手机卡是我哥的那个副卡，我要开手机银行嘛，所以要用这手机卡。大家也知道啊，在中国这个手机卡是实名制的啊，我用我哥的副卡，所以呢，我要到我们的村委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我和我哥是兄弟关系。拿着这证明，我作为外籍人士也可以在中国的银行开我的户了啊，用我的真实的姓名，不是我其他家庭的人的名字了。好，我今天准备了这个证明，就是兄弟关系的证明，拿着我的护照，然后拿着我的手机，就到那个地方去办卡了。你们知道吗？办卡在中国有多容易？那位小妹直接面对面的跟我办，但中间肯定是隔着那个玻璃的啊。她没有问我很多问题，
就是拿着我的护照，然后在他的那个数据库里面登记好，然后问我想出一个什么密码，我说密码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个密码呢是做你的银行卡，比如说你取款什么怎么样的，就要这个密码。然后呢是手机银行的密码，然后我就输入了啊，不是告诉他，而是我自己输入。我要记着这个密码啊，否则今后呢就会遇到困难啊。大概前后应该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差不多搞定了。然后我看见他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但是这卡肯定是我的名字的了。把他卡放到一个机器那里，一刷一下，然后呢叫我输入我的密码，输入2次，他就把那个卡给我了。他说可以了。然后呢，他说你要开通那个手机银行吗？我说我当然要了，因为我是想啊，今后如果有钱的话，我就从德国把我的钱把它拿一部分回来，然后呢，在中国这边呢，比如说开通网银啊，或者手机银行，买一些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反正能够保值就可以了。大概15分钟之后，他说搞定了。也就是前后大概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我拿到了我的银行卡，我知道了我的密码，因为我是在那个地方当场输入的。然后呢，我还开动了我的手机银行。我说我不会用怎么办呀？他说有人教你的。然后真的，我拿到我的卡呀之后，旁边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了。他说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我。然后我说啊，既然有手机银行，那我从什么地方下载 APP 呢？他说在什么什么地方，因为我的是华为手机嘛，我就直接从华为手机那网店里面就下载了，当然这是免费的啊。大概1分钟之后下载了，然后我安装好了，然后输入当时我设定的密码，然后就登入这个界面了。登入界面之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啊，然后那个工作人员非常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我，大概是2分钟、3分钟之后就完全可以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理财产品，我马上就可以买了。我有钱的话，现在我看了，比如说，如果是定期105天，它的利率还有3.58%，这是某个银行的广西当地的银行啊，是新客户的优惠，听说吧？我看到这之后，这个利率我觉得真的不错啊，因为3.58%真的蛮高的，至少呢要比通货膨胀率这还高。我这样存的话是保值的。大家没听错，我不是想买什么股票，我就是想保值，因为我这钱如果我有的话，是为我妈养老的。我妈现在她瘫痪了嘛，每个月都有好几千块钱的开支，所以呢需要一笔钱存在那个地方，并不是我用来炒股的啊。而且我炒股的话，我目前是在德国那边买了一些有价的证券呐，还有 ETF 等。那个股票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我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心嘛。到这个年纪了，不想再什么冒很大的风险。如果我的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存下来的钱，一会儿就没了，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今后啊，德国这个国家不会帮我养老，因为我在德国大概就交了10年左右的养老金到我的账户里面，没有再多了。我退休之后，我得到的德国的所谓法定养老金非常的少，大概有600欧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也就是4700块钱左右。你看，600欧元在德国能干嘛呢？吃吃饭呀，交一点电费啊就完了。那其他的开支怎么办啊？那个漏洞很大，那只能是到时把我在德国的房产把它全部抛掉，然后吃那个房产的那个钱。至于能吃多久，我也不知道。好，朋友们，我们回到呢，我在我的老家开我们中国大陆的银行的账户啊，前后大概是半个小时最多了啊，就搞定了一切。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马上买理财产品了，这个速度是不是特别的快？而且我试了一下啊，就是叫我的家人汇钱到我这个账户，他那边汇出来，我这边马上就得到了，就说是实时的汇款，而且是实时得到钱，就是秒到啊，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原来我自己在国内没有汇过钱，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汇款那么的快。为什么让我大吃一惊呢？因为呢，我有对比啊，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我就来说说德国吧啊，我相信啊，在西方国家目前都差不多，或者西方体系的都差不多啊。我没有去过非洲啊，或者是其他南美，
办过这银行卡开户，所以呢没有可比性。那我就来说说德国与中国的区别吧。德国目前可以在网上开户，但是呢要开通其他的功能，可能最好还是到银行去。那我就按照我在德国网上开户这个经历跟大家说说吧。我把我姓名啊，还有什么出生年月日啊，我的地址全部输入进去，然后会发给我一个邮件，说让我等。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大概等了快的话，可能1个礼拜，我收到一封信，他说我们收到了你的申请了，我们要跟你确认过啊，我们可以在网上确认，也可以呢，你签名，然后呢寄回给我，因为我为了短平快，为了快嘛，然后呢我就说，我就选择了在网上那个认证我，也是刷脸，我就跟银行取得联系，用电脑啊，那边的人他不是一个在德国的人。而是呢，一个在外国的，我相信啊，因为他讲的德语啊，东欧的味道非常的严重。我估计呢，不是捷克就是斯洛伐克，或者是罗马尼亚的，反正就是那边的可能薪水更低。所以呢，德国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服务呢，是外包到了其他的国外，甚至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德国什么 DHL， 它的客服在印度，你们能够理解吗？印度那种咖喱味特别的重。现在没有了，现在取消了，因为那个客服太差了，所以呢，又把这个客服呢搬回了欧洲。好，我这个客服呢，上次我办的就是在东欧的某个国家，然后用我的电脑的那个摄像头，我坐在那里操作一番之后，他说可以了。又过了大概是3、4天吧，我收到的一封信是银行的啊，寄来了一张银行卡，但现在我还不能够操作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密码呀。大概是第2天还是第3天，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上面是有密码的啊。大家注意啊，是物理信件，它寄到我家里。普通的信啊，平信啊，不是挂号的啊。按照德国的说法啊，这样分开寄是为了保证更安全。但是我就想了，都什么年代了，2024年了啊，还这样啊？另外，真的安全吗？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我觉得不安全呢？因为这个信啊，是任何人如果是他拿到手的话，都可以打开的，对吧？他如果是想偷你的信，偷你的那个数据，完全用高科技的手段把这个信打开，或者呢，以其他方式获得里面的密码，因为是物理的，那个密码就在那个信里面啊。所以所谓的安全，我认为呢，根本就不安全，对不对？但是据我所知，目前所有的德国银行都是这样操作的啊。前前后后可能大概要10来天左右，甚至2个礼拜，才能够搞好你的所有的那个手续，然后呢，你就可以上网啦，或者用手机呢那个银行了。另外说到手机银行呢，还有一个，你每换一次手机啊，你都得联系你的银行，它是根据你的手机那个易买那个号的啊，因为每个手机有这样一个号，这个号呢就相当于手机的身份证。所以呢，你换了手机之后，那你又得跟那个银行联系，然后呢，德国还是这样，它又是用物理信件的形式发一个那个验证码给你，你要手动输入或者是扫描一个信件上的二维码，相当于激活之后，你才能用你的手机银行，所以非常的麻烦。我听说目前在香港也是这样的，也是寄物理信件到你的家里啊。另外，我也相信啊，可能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也是这样操作，可能啊。所以呢，朋友们啊，如果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在中国内地的话啊，你们说说你们那里银行开户有多快？那边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以寄物理信件的形式，而且是分开寄的形式？据说是为了提高安全率。反正啊，德国是这样的啊。你看看，在中国，我同样是开通手机银行，拿到那个银行的卡，20分钟到30分钟就搞定了啊。在德国可能是10天到半个月，如果是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的话，你看这个速度、这个效率相差了多少倍？这只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办事区别的一个例子啊。像这样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例子还特别多。刚好今天呢，我在手机上还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博主呢，他移民到加拿大的，他说在加拿大的生活有多好多好。当然他说了，物质生活没有比在中国有提高，但是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他说，你看到这个年代呢，已经不比物质了啊，而比精神了啊。他说啊，到了加拿大，我感到啊，我能够放松，
因为在加拿大没有来自周围的压力，没有来自周围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那种信息，没有人拽着你走，所以呢，他说我能够放松。他录视频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森林里面的啊。然后就说他在加拿大有多放松，他在加拿大呢，现在关注的是一些小小的事情，而不是宏观的叙事。他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是跨年夜的时候，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是哈珀，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我祝每位在加拿大的人来年生活更好，工资更高。”就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不像在中国那样，我们共同努力为了这个中国的崛起，所以他觉得啊，在加拿大更好。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本来我想那个留言的，说说我的感受的啊，但是后来我想就算了吧。其实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嘛。如果想放松、想躺平，在中国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在我们老家的那你走500米，那就是没人了。我在那个森林里也可以走啊，而且那环境还更美呢，风景更美。我也可以录那样的环境，真的，我觉得啊，如果是我想放松，我想躺平，我可以完完全全在我的老家就可以躺平了，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移民到加拿大去。当然，人各有志，就像有些移民的人说，我移民呢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孩子的教育。你们知道吗？现在西方，比如说德国，他们所谓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有多烂？现在，因为总体来说，德国人呢，他的素质是越来越低的，德国人的那个平均的文化程度是越来越低的，因为所谓的外国移民啊、难民越来越多，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他们本来呢就不是特别重视教育，所以导致他们生的孩子越多，那么只管生不管养。那就导致他们孩子啊，可能从文化程度来说也比较低，家庭的教育也不好，所以导致在德国从幼儿园开始，到比如说初中毕业，他们的学校的基础教育是非常差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班，外国的孩子不会讲德语的孩子，甚至呢比会讲德语的孩子还要多。你说一个老师怎么能够按照教科书的那个规定或者计划去教学呢？根本就不可能。这是德国媒体现在经常报道的德国教育的问题。你们想想，如果你比如说移民到德国，我想加拿大其实也差不多，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整个西方体系都差不多。如果你为了你的孩子教育，然后呢比如说到德国去，你的孩子能学到东西吗？我认为不是为了孩子教育，而是害了你的孩子。真的是在我朋友圈有这样一个人，前几年从中国某1线城市移民到德国去，大概是去了5、6年了吧，反正是疫情之前去的。今年大概是3、4个月之前，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我就问他好不好，他说他目前在国内。我问他为什么在国内呢？他说啊，他带他的孩子又回国读书了。你看，这就是我见过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然，我没有具体问他为什么带回国念书，因为我觉得这是人家可能隐隐的痛啊，对不对？也许他真的现在才知道啊，在德国可能基础教育真的不好，他怕害了他的孩子，怕耽误了他孩子的未来，所以呢，又带他的孩子回国念书了。你看，有多折腾啊，对吧？花了钱，然后呢，又得回来，但是那个绿卡或者那个移民的身份可能还在啊。好了，刚才讲完了啊，我在中国，在我的老家宫城这个小地方，我开户办银行卡，然后呢开通这个手机银行，以我自己的名字，一个外籍身份的人的名字啊，在中国内地开户的一个经历，前前后后就是20、30分钟完全搞定。如果我有钱，我就马上可以买理财产品了。然后对比一下德国和中国的效率，请你们也在下面留言啊，告诉大家你所在那个地方、国家和地区也好，你们在那地方开户那个效率怎么样啊？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